今天继续我们的灵异故事分享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朱秀华借尸还魂事件。人死而复生呢，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，几乎是没有什么科学依据，但是听着呢又很神奇。在我国台湾地区呢，也流传着所谓的借尸还魂、死而复生的说法，那就是1959年在台湾朱秀华借尸还魂事件。那一事件在世界上也引发了不小的轰动。据说当时一名叫做朱秀华的18岁少女被海盗杀害，然而在这不久呢，她的灵魂却附身在了一个叫做灵网妖的死去女人的尸体上，实现了重返人间。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。1959年的某一天，这名叫做灵望妖的女人突然昏了过去，不省人事。随后她的老公吴秋德发现了她，并将她立即送往了医院。送到医院的灵望妖已经死了，但是医生却找不到她的死因。当时大家都以为呢这只是个意外，于是丈夫便开始为她准备后事。然而在灵望妖出殡的那一天，她的尸体竟然在众人的眼前突然就起来了，并且对众人说：我叫朱秀华，我已经借助灵望妖的身体复活。当时包括灵的先生吴秋德等人都被这个场景给吓呆了。随后呢，这件事情便被大肆的报道，并且远扬海外，全球的灵异学家包括美国、日本等地的都前来台湾来拜访这位朱秀华女士，一时之间轰动了国际焦点人物。灵望妖口中的朱秀华出生在1940年，她本住在金门新结，15岁的时候吃斋拜佛，18岁那年因战乱逃离，却被人抢走所带的细软，被投掷于海中丧命，后被海丰岛张李莫三府的王爷，也就是地府收为门下，经王爷公指导，说他阳寿未尽，可在日后向麦寮乡吴秋德之妻灵望妖的尸体还阳，乃暂住王爷庙。随后不久，巧遇吴秋德5条巷承建工程，于是有机会与吴秋德有了来往。期间，在吴秋德工程完工之后，随他回乡等待机会。之后几天呢，灵望妖病危沉重，魂归离恨天的时候，朱秀华便趁机借尸还魂。有记者曾经采访还魂后的朱秀华，借尸还魂之后你有何感想？他又说一切都很自然的，但因借人救屋指的就是灵望妖的尸体。因为朱秀华是少女，稍微有点不自然感，而对家人以及邻居呢也感陌生。幸得吴先生对我很好，以得安乐过日。吴秋德说，望妖是文盲不识字，还魂之后呢，他还能够整理账项。以前他身体衰弱，只是在厨房烧饭之外，其他工作一点都不能干。还魂之后，一切形态具有异变，所操口音呢也变成了金门腔，身体也较比以前健全，厨房方面的工作呢也做不成了，完全在店里帮忙，身体正常。后来吴秋德为了躲避各国的传媒，便带着这位借助他太太躯体的朱秀华远离城市，到台湾的郊野一同生活至今。本来这件事已经发生了很久了，因为故事的主人呢一直不愿意渲染这件事情，所以知道这个事实的人只限于麦寮附近的这些居民。那至于外地人呢，虽然偶尔听过或者是传说，都认为它是神奇鬼怪的故事，或者竟认为是不可能的事。
所以一直没有人去注意它。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在我国很多地方呢，曾经都发生过或者阴兵解路的事件。比如故宫半夜会时常出现一闪而过的宫女或者太监，这其实就是阴兵解路。在甘肃与陕西的一些大山深处，也经常会发生阴兵过路事件的现象，当地人叫做山响。在云南陆良县有这种现象多发，路过的骡马受惊不敢路过，还得到了一个惊马槽的名字。1976年7月28日3点42分，河北省唐山、丰南等地区发生了7.8级强烈地震，造成了24.2万多人死亡。那当时军队呢赶着去执行救援任务，途中遭遇阴兵，令人毛骨悚然。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唐山1976年阴兵过路的情况。邻居老王以前是个军人，他所在的部队呢是在唐山大地震之后第一批参加救援的部队。他们接到上级的命令之后，马上动身，由跟随着汽车连进行机动行军。当时的汽车呢虽然不好，但是军队的装备保养一向很好。在他们离唐山灾区还有1个小时路程的时候，他们全团的汽车全部抛锚在路边。当时所有人都很着急，因为所有的技术人员都找不到汽车到底出现了什么毛病。大约在晚上8点的时候，汽车的大灯全部突然熄灭。老汪突然接到上面的命令，要求把汽车退到路边的右边。大约在8点15的时候，上面又命令让全体人员上车，无论看到什么都不许说话和乱动。这样他们就在车上一直坐着，一直到了深夜。在大家半睡半醒的时候，被一阵轰隆隆的马蹄声所惊醒。当时老汪就坐在驾驶室里，看见从他们车旁边掠过了一辆又一辆的马车，这些马车是从唐山灾区的方向过来的。老王那个时候20岁左右，身体很好，视力绝对没有问题，但是这个时候他只能够看到一辆一辆的马车，但是看不到赶车的人，只是每辆车上面都有一盏青灯，车上的东西隐隐约约看不大清楚。等老汪摇下了车窗，探出头去定睛这么一看，他这被吓傻了，那是人的头，每辆车上都堆满了人头。这些马车大约一共有30分钟，足足有200多辆之多。当所有的马车过去，老汪他们再次发动车子，神奇的是车子一点即着。随后他们便上了路，在路上有战友根据马车上的人头数量，大约估计有20多万人在地震当中丧生。后来经过验证，地震的确导致了20多万人遇难。老王退伍之后，与一位上了年纪的老爷爷说起了这件事情。听老爷爷说，这就是传说当中的阴兵借道。民间传说阴兵过路，起生呢是阎王在阳间巡逻，所以呢会引一队阴兵开道。神人最好伏在地上，切不可抬头或者回头看，不然会被阴兵吹到肩头上的阳火，日后一定会大病一场，甚至还会被阴兵带走的传言。那关于阴兵过路，故宫专家给出了解释，说是朱红色的宫墙啊，含有4氧化三铁。4氧化三铁呢是磁性物质，可以记录声音。在闪电雷鸣的气候当中，闪电和4氧化三铁形成了化学反应，导致了这面墙上呢有了磁带的记录功能。但是
最近一个建筑学家说，其实故宫墙壁啊已经粉刷了很多次了，即便是有4氧化散铁也早就被覆盖了，不可能再次起作用。所以呢，现在这件事情仍然是个谜。此外，故宫不同于一般老百姓的四合院，故宫里面冤死屈死的人很多很多，所以有灵异实在是也不足为怪。有科学家解释称，这是因为大批兵将死亡的时候恰巧遇到了雷雨天气，所以将这一幕景象保存了下来，等到遇到类似的天气只会重新显示出来。可是这根本无法解释引兵过路的这种现象。世界上存在着许多无形的东西，这些很艰难用科学的手段去解释。在现实生活当中，因为一些奇奇怪怪的设潜呢，最终变成了未解之谜，吸引着好奇人们去一一破解。尽管这目前的科学技术呢，还远远无法能够得出最终的答案，但这隐藏在其中的变幻莫测的力量。1993年到1995年之间，上海发生了震惊全市的吸血鬼老太婆事件。凡是80年代出生的同学们呢，或多或少都听说过这个灵异事件。可能啊，有些人现在呢想起来还会觉得后怕。那95年上海浦东吸血鬼事件，这件事情闹得挺大的。那个时候啊，偶尔还有初中生家呀和学校都在虹口区，说是虹口闹吸血鬼，那会儿啊都说是东方110都做过报道。我们同学啊都在谈论这事，个个弄的是很是惊惊怕怕的，走在路上呢也怕吸血鬼上来咬掉自己的脖子。我大概是小学1、2年级吧，传得很凶，后来说110辟谣了。长大之后还查过资料，比较靠谱的是说啊，有一个什么研究所的研究员被感染了，还是信邪教，反正啊就开始喝血，别的说法就乱来了。而那个时候有次傍晚回家，建德路那里附近的理解啊，这条小马路呢路灯很少，看见个老太婆拿着个大黑雨伞站在那儿，看不清楚脸，吓得我是一路狂奔。结果呢，快跑到思南路回头这么一看，那老太婆竟然跟了上来。还好有路灯，赶快就跑到十字路口，回头就看到个老头子也拿了把伞。那前阵子的淡水路那里的地铁站呢，不是在挖出古尸吗？没怎么延，第2天呢就看新闻，那里说直接就在地里掩埋了，就算是没有价值也不能够就地埋了吧。新闻放出来直接就拿编制布包啊，下用铲车埋掉的，我就觉得肯定有什么问题。那里其实啊就在我家附近，以前啊可能是明代的葬墓区吧。建高架造海华花园的时候还挖出来古尸来了。那关于吸血鬼的相关版本呢，有2种说法。第一个版本是德国海龟博士，人家说是一个科学家吃错了药，结果呢要喝人血，而当时呢我就觉得可信度非常之高。传说上海郊区呢某生化研究所试验失败，某生化学家呢必须靠血液才能够维持生存，为此作案数次，为了拘捕他牺牲了2个警察，全部被吸干鲜血。而最后一次出现呢是在虹口公园，记得那个时候班级里面啊挂了十字架，挂了大蒜，挂十字架手链的都有，笑死我了。而这是真事啊，95年下半年闹的，那个科学家姓林，具体叫什么名儿记不清楚了，是北京远研药业跟上海一家外资搞的研究所请来的研究员，好像啊在德国还拿过什么博士，挺有实力的。
听我妈在上海那个公司的熟人说，姓林的跟同事相处一般，老自己搞什么名堂，下了班呢自己还留在研究什么玩意儿。他那帮同事啊也都看不懂他写的什么，以为是德语，后来才知道那是古巴伯来语。而那个博士变身之后了呢，就在那个四平路一带喝了好多的老鼠血，我都怀疑他其实不想杀人。而最后呢，我想不通的是，现在四平路的老鼠还那么多，真是烦呢。而第二个版本吸血老太婆，这个呢东方110都出场了。早期各个学校呢都流传着关于吸血鬼吸血老太婆传说，专门吸穿红衣服女孩的鲜血，吓得班级里的女生啊都不敢穿红色衣服了，连红领巾都是做完早操这全部摘了，胆小的跟是上厕所都要结伴而行。校长更是开会来辟谣，但是奇怪的是每天都安排老师检查厕所，并且不许外人进校，放学之后都安排家长护送回家，没有人接的由老师统一送回。据说某天晚上在某个酒店，一个女孩儿上厕所的时候，朋友见她半天都没回来，就去厕所看见了一个老太婆穿着红色衣服就出来了。走进去发现那女孩全身无血色，干瘪的躺在地上，脖子上还有2个牙印。之后呢，还听到某学校发现了几具女孩尸体，全身没有一丝血。总之啊，当时这个事儿闹得人心惶惶的。警察还专门到各个学校辟谣，上海电视台一个栏目曾经也播出过此事件，但是后来呢又向公众道歉。随后官方的报纸、电视台、电台都统一口径，全面辟谣。但是现在回想起来，里面还是有很多可疑点的。首先呢，那段时间的确有人莫名其妙的全身血液被吸干而死，并且如果真的是传说的话，警方为什么要大张旗鼓的全市加强巡逻，几乎晚上在一些公共场所，例如学校啊，都能够看到警察的踪影？那为什么上海电视台播出的新闻之后立马就向公众道歉呢？并且东方电视台东方110栏目做了官方解释，如果真的是虚构的，那它的源头在哪儿？所谓无风不起浪，世界上有那么多科学无法解释的事情，如果过分的相信科学，那是不是也是一种迷信呢？